两岸的这个事务的话，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应对这种军事上的挑衅。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个战备警巡和以前的这个演习啊，这些具体的区别，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际上我们是对这个台独分裂势力啊一种更严厉的警告。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近期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就是台独分裂势力闹得很凶啊。一方面呢是这个惶惶不可终日，觉得自己四面楚歌，因为他们的一些高官说现在我们遇到了40年以来最艰难的时刻啊，也就是大陆的这种军事上的威慑啊力量加强。我们觉得日子非常的难过，所以他觉得这个惶惶不可终日，这是一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发表一些更猖獗的言论。什么猖獗的言论呢？就是和美国这个官方有一些往来，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美国的议员呢，乘着他海军的这个军机窜访了台湾。那当然这些议员都是共和党的，但不管怎么说，你这是属于一些官方的往来的行动啊，这是违反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行为啊。所以呢，他还是把这种就是依美谋独依靠美国来谋求这个台独的他的这种企图暴露无遗。那么针对这样的情况呢，我看这个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当然，这个我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的这个口径语气还是非常严厉的，就是搞台独没有出路，搞台独是死路一条，中国必定统一这个是讲得非常明确。但是呢，这次在行动上，我们除了就是原来就是绕岛巡航，对吧？空军的飞行员也讲了，谁不在自己家的后院里边转一转呢，对吧？在自己家的院子里边转一转，实际上就是说绕岛巡航已经常态化。再有一个呢，我们这个演习的时候呢，各种的机型或者平台越来越多最开始绕岛巡航的时候只有轰6K还有这个苏30这种飞机。那现在你看看这个预警机、轰炸机、加油机，未来我想无人机还有电子战飞机。都可能加入进来，这个平台越来越多。再就是呢，这个叫战备警巡，这个大家可能觉得这个词儿好像不太常听或者不太常见，确实是这样的。巡逻就巡逻嘛，为什么叫战备警巡呢？首先，战备是作战的准备，对吧？然后还有一个警巡，警戒巡逻。它跟我们过去搞的这个军事演习有很大的不同。你看如果搞军事演习的话，一定要抓5个要素：时间、地点、科目、这个规模、意图。你看，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和俄罗斯搞了一个中俄海上的联合演习，我们马上说这个时间比如说是在10月某某日到某某日，比如说8号到18号，你看这是一个时间段吧。地点在彼得大帝湾在中俄就是面对太平洋这个方向俄罗斯家门口的彼得大帝湾，这是地点吧。那么我们演习的科目呢，就是中俄2国的海军，包括一些这个航空兵的力量将进行反潜，还有这个比如说扫雷就是因为扫雷才能航行然后还有相关的一些联合的演习。你看这是演习的科目嘛。规模呢这个我们国家去了驱逐舰、护卫舰，还有我们反潜的这个巡逻机，还有其他的这个直升机。俄罗斯呢，它有扫雷舰，有这种巡洋舰，还有驱逐舰你看这是兵力的规模。那么它这个意图是什么呢？就是要显示中俄两军军事上这种合作的密切性、相互的信任，以及要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特别是演习之后呢，中俄2国的海军还从日本的公共的海峡穿过，搞了一个巡航。所以呢，这个是演习和我们战备警巡的不同。就是战备警巡，首先我只说了时间的开始，我没有说结束吧。你看一般的演习10天、半个月还是1个月，它有个时间，但是战备警巡没有，从现在开始了。那么这个结尾是什么时候？没有。地点，
我们过去演习的时候总要画一个区域，比如说俄罗斯的彼得大帝湾。那现在你就看中国的地图吧，哪儿是中国的领海、领空，我就守卫包括领土我们就守卫这些地方，这是一个区域。第三，演习的科目没有科目，只要你侵犯我的领土、领海、领空，我就要对你进行驱离，我就要对你进行打击。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看到，就是当人民解放军的这个战机越过所谓中间线的时候，台军说你现在越过中间线了，我们从来就没有承认过就所谓的中间线所以你看看，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从这个军事行动上直接对台独分裂势力造成了一种直接的威胁而不是一种就是有时间段的就在这个时间段里边，就在这个区域里边，我们要进行演习你要躲远点。那现在只要你侵犯了我的领空、领海、领土，我就要对你不客气。那这个也是说给外国的这些就是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这些力量看的，就是说，如果你们插手中国的内政，插手台海这个两岸的这个事务的话，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应对这种军事上的挑衅。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个战备警巡和以前的这个演习这些具体的区别，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际上我们是对这个台独分裂势力一种更严厉的警告，一种用他们听得懂的军事上的语言来跟他们进行对话。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